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重刷 N 遍《甄嬛传》后，胖妮最近又去刷了一遍《步步惊心》，所以在大号小号上偶尔会插播几期《步步惊心》的解析。这次刷剧跟多年前的感觉基本一致，依然不太喜欢女主角若曦。这里咱们只讨论角色，不上升到演员。前期的若曦性格很好，若曦被偏爱，恰恰是因为她的洒脱爽快、精灵古怪。后期性格越来越拧巴，让所有人都活得很痛苦。特别是四爷当皇帝以后，弹幕里观众也吵得不可开交。一部分觉得他很善良，这个也想帮，那个也想帮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，因为这些人跟他都有交情。而另一部分觉得他就是圣母，是作精，简直没事找事儿，难怪得忧郁症。如果结局已经注定无法改变了，那么如果能让通往结局的过程少一点痛苦，多一点快乐，也是好的呀。在情感上，胖妮是能理解若曦的，她曾经和几个皇子都有交情，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，他们是她的朋友，甚至像亲人。但四爷当了皇帝，总是和其他几个兄弟过不去，他就忍不住想帮他们，心里怨恨四爷。但若曦的帮忙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，反而让事情更糟糕，让每个人都更不开心了。看步步惊心时，胖妮心里反反复复想着一句话：不要干涉他人的命运。若曦一直在干涉，结局也证明了，干涉别人的命运，不但让自己痛苦，也增加别人的痛苦。他最先干涉的是八爷，不想让八爷争夺皇位，并且以分手相要挟。理由当然很高大上，他是为了他好，因为他知道结局，想救他的命啊。结果呢？八爷痛苦的要死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争皇位名正言顺，并且胜算那么大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争啊？你说为我好就为我好啊？像不像有些父母看到孩子做某件事，他们凭经验知道做不成，就处处干涉？但干涉有用吗？没用的，只会让孩子很痛苦，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。有些路必须自己撞了南墙才会回头的，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阅历。知否里，小公爷走了仕途以后横冲直撞，母亲很担心，总想劝他别冲动。父亲无奈地叹口气说，孩子大了，总要自己出去闯一闯，撞得头破血流，夜深人静时才会思考自己哪里错了。这个做法就很聪明，父母凭自己的经验尚且干涉不了孩子，其他人又怎么能干涉得了？就算干涉成功了，保住了八爷的命，就一定是好的吗？人家既然决定争皇位，就知道失败以后会是什么结局，但还是选择了争，就说明人家并不只是想活着，而是想轰轰烈烈的活一场，失败了人家也接受的。后来的八爷真的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既然大势已去，那就这样吧，至少无悔。你看，每个人对人生的看法都不同，若曦希望八爷活着就好，而八爷要的不仅仅是活着。谁都没有错，但一个人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，并努力去干涉别人，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，说好听点叫喜欢操心，说难听点叫多管闲事儿。爱对方，为对方好，都不是干涉别人的理由。如果硬要干涉，那只能是绵绵不断的痛苦，谁都痛苦。后来的若曦总想要帮八爷，帮玉檀，帮宫里一切他认识的人，想帮助他曾经爱过的人，出发点当然没错，但他的方式不对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帮急不帮穷。有紧急的事情，帮一下别人就能渡过难关的，可以去帮。如果是日常的事情，哪怕别人过得很不好，也不要轻易伸手帮忙，因为帮了没用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13爷被幽禁时，绿芜想要陪伴，若曦求皇帝成全，结果被罚跪在御花园。14爷去求皇帝，并且也被罚跪，然后其他几个皇子都陪着一起跪，最后帮若曦把事情办成了。这其实就是救急，绿芜的陪伴对13爷很重要，又是很大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做一次就好了，不会日常天天做。皇帝虽然为难，但还是觉得几个孩子都有情有义，并最终如他们所愿。到了后期，4爷做了皇帝，若曦大概觉得自己更方便说话，所以帮人越来越没有原则了，不管大事小情，他统统都要帮一帮。8爷被4爷训斥，并且罚跪，这其实是他们之间的日常，只要4爷当皇帝，
并且不消除对八爷的忌惮，这种事情一定会经常发生。今天是罚跪，明天可能是罚俸，后天还可能贬谪。这种事情就是不需要出手帮，也没法帮的，基本上属于越帮越麻烦。本来人家2个人之间是工作原因，你帮来帮去，最后从工作原因转移到感情原因，问题反而越来越复杂了。可若曦偏不，一听说八爷被罚跪，自己也跪着不起来，逼着四爷收回成命。最后虽是得逞了，可矛盾也加深了。有些忙帮不好就是倒忙，很明显若曦帮不好，她只有一个招数，就是逼着占优势的一方让步。这就有点道德绑架了，凭什么占优势的一方就要让步啊？你想做和事佬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得2方都考虑到，双方都有好处，你再在中间斡旋，这样才能达成和解。如果硬逼着一方让步，结果就是谁都不开心。有点像夫妻2个人离婚，明明是男人出轨，现在是女方坚决要离婚，所以亲戚们都去劝女方，让对方不要得理不饶人，别把男人逼得太紧。他们不劝还好，一劝人家更要离婚了，更觉得这男人不堪，出轨了还没胆量离婚，还找一大堆亲戚做说客。我觉得这部剧简直就是来警醒观众的，没事儿别瞎干涉别人的人生，也别瞎掺和别人的事。若曦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最后都是徒劳，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曾因为她的努力而改变。这个结局很现实，这大概也是步步惊心能够大火的原因。虽然若曦做的事让人窝火，很费解，但一切都符合世事人情。她终究什么也改变不了，除了让自己负能量爆棚。但这就是上帝视角的弊端吧。总结一句就是，做人不要太若曦，会快乐很多，也会让身边的人快乐很多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